美国的动物行为学家卡尔霍恩，他做过最著名的研究叫老鼠的乌托邦。他将4对老鼠放进一个吃不完、喝不尽、住得好、资源无限的乌托邦，名为25号宇宙的实验室。在乌托邦中，起初老鼠繁殖数量暴冲超过2000多只，但在第600天开始，繁殖出现停滞，母鼠产生攻击性，幼鼠甚至被咬死，雄鼠则不再求偶，集体躺平，出现行为沉沦、社会结构崩溃，最终全体灭绝的现象。当一切都不必努力，但天堂为何会变地狱？反观台湾，社会福利与责任如何拿捏？让我来带你看懂行为沉沦的机制，以及避免社会走向自我瓦解的关键。大家好，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郝广才。小时候看故事书时，书上通常会这么写：从前有一群老鼠住在大宅院的角落里，然后巴拉巴拉，从此他们生儿育女，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呢？故事内容都是这样简单吗？当然不是，故事还要继续。在没有饥荒、没有瘟疫、也没有斗争的世界，为什么好好的天堂会变地狱？1968年7月9日，美国动物行为学家卡尔霍恩把4对老鼠放进名为25号宇宙的实验室。这是他为老鼠建立的16栋公寓大楼，每栋有16个房间，每间可容纳15只老鼠，四边各有4组金属网状隧道，通往食物餐厅，屋顶喷泉饮水池，吃喝无限供应。听起来好有趣，但这个实验目的是什么？卡尔霍恩想从老鼠的身上寻找人类社会行为的参考。为什么用老鼠？可以从老鼠去推测人的行为吗？动物界在生理结构上最像人类的动物是老鼠和猪。猪太大，老鼠小，好照顾，好观察。老鼠就像镜子，可以反射人的行为模式。卡尔霍恩他算是个田纳西乡下的老鼠，中学都在观察鸟类，博士论文是研究田鼠。他在大学教书时，巴尔的摩市政府为了测试新的毒老鼠药，委托大学评估效果。他们发现，不管毒死多少老鼠，只要毒药一失效后，每个街区还是会维持150只老鼠。就算你不投毒了，老鼠也是这个数量。老鼠好像有一种自我调节机制，而150这个数目跟人有关。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军队一个连多少人吗？有150人。为什么是150人？因为人能熟记的名字就是150个，连长记不得自己的士兵叫什么。打仗时若是说那个谁谁谁给我冲，这样怎么作战？连是作战的基本单位，再上去的营长、旅长、师长不指挥兵，指挥单位要配备参谋。你知道这一套是谁想出来的吗？是谁这么天才？是拿破仑。他发现别人看不出的规律，所以他是军神。卡尔霍恩后来设计户外围篱，用来观察挪威老鼠。理论上5只母老鼠可以生5000只后代，结果鼠群从来没超过200只，稳定维持在150只。所以杀不杀老鼠数量都没差。是的，最妙的是老鼠还会自动组成小鼠群，每群都12只，好像群体和谐的数量就是12。耶稣门徒12个，士兵一般也12个。他以前观察的是自由的老鼠，不论城市或乡村，都会形成相同稳定的数量。这次他设计一个乌托邦，在资源充足下，看老鼠会有什么变化。这是为了推测人在福利无缺的环境会产生什么行为。对，
医生给老鼠吃药实验是为了让人长命百岁。把老鼠放进去25号宇宙，实验开始了。最初鼠群每55天增加1倍，接着成长下降，145天才翻倍。最后一只存活的小老鼠在第600天出生，老鼠总数2200只，不再成长，但是空间足够3800只生活。600天后，老鼠出现行为异常，社会开始崩溃。幼小老鼠在断奶前被妈妈赶走，母鼠不愿意交配，比较软弱、保不住地盘的公鼠被母鼠压制取代，母鼠变强，出现攻击性，不只攻击别家老鼠，更会咬死自家幼鼠。然后公鼠不再求偶，不求偶就不用争，就是每天吃喝睡梳洗毛皮，但躺平的行为都是单独进行，它们不再繁殖，老鼠数量跌破150只，也没有停止，一直探底到灭绝。他又做了小型老鼠的33号宇宙和大型老鼠的34号宇宙，情况都差不多，同样资源充足，一切无需竞争，没有压力的完美天堂会到一个时间突然崩溃成灭绝地狱。他将这个异常称为行为沉沦。他说过，我的思考是关于人类的疗愈、生命退化。人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应该利用电脑和相互连接的系统来模拟大脑功能，以人类大脑思维来操控工作，提供人类反思、判断、使用。哇，他等于是遇见了电脑、网络、AI 的先知。对，但很不幸，他在1986年失去所有研究经费，人才被冷冻。好可惜，但为什么这样？当人们拿镜子照老鼠，结果镜子出现自己，人会怎么样？应该会把镜子砸碎，就像很多人不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和史金纳的老鼠。是的，我们该思考的是，我们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还是在喂养摆烂的草民？福利滥发只会加大行为沉沦的危险。别说年轻人，自豪以前勤奋打拼的老年人，在没事做只领福利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已经正在出现行为沉沦？台湾是处在第几号宇宙呢？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福利的另一面是放弃自由。放弃自由等于是放弃自己，自我放弃。我有个问题，那些饥寒交迫、被人追杀的老鼠为什么能生存？它们有自由，